第121章子弹。唯一的蜡烛摇曳着昏黄的烛火，照得起居室四周的墙壁暗影浮动。克莱恩找了个最方便于逃走的位置，环顾一圈，看见了两颊法令纹很深的智慧之眼老先生，看见了脸蛋胖乎乎的药师。经过再次的对比，虽然他戴着能遮住上半张脸的铁面具，但还是基本可以确认，他就是我在莱斯马戏团小剧场内遇到的那个嘴欠男子。克莱恩收回目光，等待着聚会正式开始。那个背后有工匠的女士遮掩的相当严密，和大部分参与者一样，所以他无法在对方开口前就确认他是否有到来。过了几分钟，智慧之眼抬头望向墙上的机械挂钟，呵呵笑道：“今天来的人很齐啊，开始吧。”他话音未落，胖乎乎的药师就已抢先开口：“我需要一只超凡生物做实验，最好是兽类，最好是已经制服、没太大危险性的兽类超凡生物。”克莱恩听得略有触动，他记起了对方在马戏团小剧场内说的那些话语，记起了对方似乎能读懂野兽的想法。只是一个药师，却掌握着这样的能力，并且还在求购兽类超凡生物。我把精灵之泉的髓质结晶卖给他之后，他应该就已经凑齐材料，获得晋升了。也就是说，药师后面那个序列和驱使野兽有关。克莱恩根据已知的信息，做出了一个推测。这个时候，有人嗤笑着回应了药师：“谁会把超凡生物留在自己身边？又危险，又容易被人发现，直接杀掉保存非凡材料，不是更方便更隐蔽吗？”药师从来不在语言上认输，当即喝了一声：“愚蠢的想法！你又不能保证那只超凡生物身上的非凡材料正好是你需要的，正好能卖得出去，还不如驯服它，驱使它，让它成为帮手，让自己的实力翻倍。”说着说着，他声音渐小，感觉自己似乎泄露了一些要紧的秘密。狗屎！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这张嘴？药师在心里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果然，克莱恩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药师的需求毫无疑问没有得到满足。这里的参与者大部分序列都不高，在贝克兰德也不是什么身份显赫的人，自身都过得比较警惕，接近于勉强维持，怎么可能还会奢侈的养一只超凡生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野生的超凡生物往往对人类很敌视，一旦遇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果想活捉，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团队，或者在实力上碾压对方。当然，也不能排除某些序列者具备特殊的正好适用于这种情况的能力。一阵失望后，药师轻咳两声道：“我带了不少药剂过来，都是你们知道效果的，想要的，等快结束的时候开口，又是治疗伤势、狂暴自身和提高那方面能力的几种药剂。”克莱恩腹诽了一句，低笑一声，为对方出了个主意：“你可以购买序列酒配方，找到相应的非凡材料，然后调配成魔药，喂给你看中的兽类动物，这样你就会拥有序列酒的超凡生物。之后还能不断通过后续的魔药让它晋升，当然，一切的前提是你有足够的财力，也能对付失控的残次品。”药师听得呆了几秒，好一会儿才道：“真是奢侈啊，我光是给自己攒钱，找需要的非凡材料，就足够艰难了。动物服食魔药失控又是大概率的事情，不多来几次，很难成功。能这么做的人，肯定有矿山，或者开了家银行。我们塔罗会的正义小姐应该就养了一只超凡生物。”克莱恩忽然为药师感到心酸。真要放开了不顾一切的赚钱，药师绝对是低序列里最容易聚集起大量财富的类型，但问题在于，这同样也容易被官方非凡者盯上。又有几桩交易或完成或流产之后，克莱恩听见了故意压低的嗓音：“我这次只带来了一件非凡武器，它是50发有不同效果的子弹，其中20发铭刻有太阳领域的标识和符号，形成了完整的符咒，可以有效净化鬼魂类怪物，伤害到较为强力的怨魂和幽影，所以叫净化子弹。还有20发针对污秽堕落类生物，叫猎魔子弹。另外的10发较为克制邪异类怪物，叫驱邪子弹，效果都能稳定维持18个月，甚至更久。50发500磅，或者野蛮人魔药配方，并附送一把口径合适的特制左轮手枪。果然按照我上次的提议做了类似的子弹，不过看起来比一般的非凡武器要复杂啊，这么久才做了一套。”克莱恩没给别人留机会，直接开口道：“我有野蛮人的魔药配方。”这时，一位个头颇高的男子也开价了，550磅。在当代，这是最方便携带和使用的非凡武器。那遮掩得很严密的女士嗓音里带着难以压制的喜悦道：“这位先生，对不起，我优先选择野蛮人配方600磅。”那位男子再次抬高了报价。
不，这不是金钱的问题，背后有工匠的女士侧头望向克莱恩，成交。但请先把配方交给智慧之眼老先生，由他进行鉴定。呼，还好我拿到了黑皇帝牌，要不然遇到抬价这么狠的人，今天肯定会大出血。克莱恩卷起长袍，从内侧口袋里拿出了早就写好的野蛮人配方，并展开看了一眼。序列8野蛮人，主要材料：黄化草1株，大地犀牛的实心独角结晶。辅助材料：深纹胡桃1个，香蜂草1株，杨树皮浸泡出的纯露10毫升，烈酒100毫升。确认无误后，克莱恩重新折好纸张，交给了侍者。和之前那次一样，智慧之眼老先生取出了那枚诸多细碎钻石簇拥绿色如眼宝石的戒指，模拟出公证人的非凡能力，确认配方是真实的。听到这位老先生宣布配方有效时，那个背后有工匠的女士明显舒了口气，将一个巴掌大小的方形铁盒拿了出来。经过侍者的传递，她如愿收获了配方，迫不及待的当场品盏，看了几遍，似乎想要直接记忆。而克莱恩则手握铁盒，啪的打开，审视起收获。这个铁盒内的子弹分成3堆，一部分泛着淡金色泽，似乎刚从热水里捞出来；一部分通体银色，布满花纹，冰冷却神圣；最少的那部分于黄铜之色里绽放出金芒，隐约能看见里面铭刻着诸多标识和符号。是真的。在神秘学领域，克莱恩这点鉴别力还是具备的。他啪嗒一声合上盖子，将那件物品装入了长袍下的衣服口袋里。至于那把赠送的左轮手枪，形制没什么特殊，枪体呈较深的黄铜色，握柄则由胡桃木制成。由于腋下枪带也在上次警方临检时失去，克莱恩只能将左轮别在腰间，用衣物遮掩。完成这场计划内的交易后，他环顾起居室一圈，故意拉高嗓音道：我需要太阳圣水、太阳圣灰等强力净化类物品，我可以出金镑购买，也可以拿配方做交换，比如野蛮人后续的序列7贿赂者。当然，如果有神秘领域和超凡世界的问题需要解答，我也可以试一试，不过不保证能回答出来。要是在对面听的睁大了眼睛，他感觉这就是那位幸运小伙。可是他才成为非凡者没多久，怎么就能得到如此多有价值的东西？要是越想越咬牙切齿，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错误了。幸运才是最重要的。而购买了野蛮人配方的女士险些无法控制自己，差点用原本的嗓音发声：我没有你需要的事物，但是我可以支付金镑800镑。克莱恩吞下了成交这个单词，想了想，还是轻笑道：我暂时只接受以物易物，我下次聚会应该还会再来。你可以提前搜集类似的事物，暂时。那位女士咀嚼着这个单词，缓慢颔首道：好的。之后，其余参与者没人开口。克莱恩的需求同样未能得到满足，因为在贝克兰德，在鲁恩王国，永恒烈阳的信徒是可以被视为邪教徒处理的，所以流通在外面的类似物品非常少。克莱恩略感失望，但并不是太在意，他还有备选方案。他清楚记得，那位修小姐曾经找过一个永恒烈阳的非凡者信徒做净化，而且那位渴望贿赂者配方的女士肯定也会积极寻找。克莱恩不再说话，旁听起后续的交易和交流。聚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位身材中等、没什么特点的参与者捏了捏脸上的铁面具，用浑厚的男中音道：我需要成年寡妇巨猪的丝线，成年寡妇巨猪的丝线，很耳熟啊，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克莱恩微皱眉头，没用占卜的苦苦回想。忽然，他记起了熟悉感的来源，这是欢愉魔女药剂的主材料之一。第122章，探索威尔迪街。欢愉是魔女途径的序列6，克莱恩通灵雪伦夫人时获得了她的完整配方。平时虽然很难回忆起具体的内容，必须依靠梦境占卜帮忙才能再现，但真要听到了涵盖的主要材料，还是会感觉熟悉，会产生联想。他忍不住侧头打量了那位求购者一眼，从肤色、身材、嗓音和脸庞没被遮住的轮廓等方面，确认对方是位男性。欢愉魔女的前置是女巫，不管原本是什么性别，只要过了那一关，都会统一为女性。这位明显不是啊，她还没成女巫，求购什么欢愉魔女的主材料？难道她在帮人购买？她是某位女巫的合作伙伴，或者忠诚下属？可是魔女教派作为一个相当古老且传承至今的隐秘组织，应该不会太缺相应的材料。以他们的秉性，用之前成员遗留的非凡特性来调制魔药属于正常操作。
求购者背后的女巫和组织失联了。想法分成间，克莱恩很有跟踪下对方的冲动，但仔细思考后，他理智放弃了这个打算。先不提能不能绕过智慧之眼的防备措施，锁定对方的踪迹，光是对面情况不明，来不及做占卜等因素，就足以让他选择遵从新的意愿。万一那边不止一个女巫，还有别的较为强力的非凡者呢？而且女巫晋升欢愉魔女是好事，前者会散播灾祸，危害诸多无辜者。可一旦成为了后者，目标就在欢愉上了。简单来说就是社会危害性小了。克莱恩咕哝了一句。成年寡妇巨猪的丝线已经属于较为贵重、较为少见的非凡材料，就像克莱恩晋升序列6需要的千面狩猎者脑部异变垂体和人皮幽影特性一样，差不多等于首都坡好地段的半栋房子。所以那位求购者并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准确的来说，没人给他答复。聚会的氛围随之变得沉默，直到胖乎乎的药师开麦带来的那些药剂。经过之前的尝试，他有了不少回头客，不到3分钟就卖光了所有能卖的物品，收获了超过50磅的现金。随着智慧之眼老先生宣布聚会结束，各个参与者按照不同的顺序、不同的间隔，从不同的通道相继离开。克莱恩位于中段，绕至别的僻静街道解除伪装后，他立刻往东区赶路，在寒冷与各种臭味混杂的夜里抵达黑棕榈街，进了租住的那个一居室房屋，并在途中买了一个腋下枪袋。为做休息，他拿出左轮手枪，打开装有非凡子弹的铁盒，取出2枚净化子弹、2枚猎魔子弹和1枚驱邪子弹，将它们一一塞入了孔洞，并置激发位于空弹仓处。摆了下姿势，试了试手感和能否正常激发。克莱恩将左轮放入腋下枪袋，忙碌着做起别的准备，比如检查铁质卷烟盒内的全黑之眼是否有异常，比如将阿兹克铜哨放入装子弹的铁盒，并借助圣叶粉的帮助，制造了一个紧贴于表面的封闭灵性之墙，完成了对那枚古老精致铜哨的屏蔽。确认3种符咒各自的形状和位置后，克莱恩又去灰雾之上做了占卜，接着戴上鸭舌帽，再次出门。他的目标是大桥南区威尔迪街32号，是小偷发现万能钥匙的那个地方。那里或许有学徒后续配方或相关物品的线索，克莱恩早就想去探索，但他怀疑那个惨死的家伙有变成怨魂类生物，一直等到买好净化子弹才敢行动。魔术师不做无准备的表演，抢在蒸汽地铁停止运营之前，克莱恩用这种最节省金钱的方式抵达了大桥南区，并换乘公共马车来到威尔迪街附近。此时夜色已深，贝克兰德正下着夹带刺骨寒意的细雨，街道上的行人近乎没有，煤气路灯的光芒则被玻璃表面沾染的液体弄得氤氲朦胧，让一切看起来就像在梦境中。克莱恩绕了一圈，观察好了32号那栋房屋的情况，来到它的侧方，攀爬至2楼，从之前小偷打开却明显没法再关上的阳台门，轻松进入了目标内部。他未带万能钥匙，害怕那件物品会在这里引起不正常的连锁反应。这栋房屋的格局和正常相同，一条连接着2侧阳台的走廊贯穿了整个2楼。它的2侧分别有卧室、盥洗室、日晒屋、起居室等房间。借着阳台处照进来的绯红月华，克莱恩看见这里的所有门都被打开了，里面各种物品扔了一地，凌乱不堪，应该是先前那小偷做的。他拿不走所有物品，只能翻找最值钱的那些。不过他拿了万能钥匙，不至于还要开门啊。克莱恩一个一个房间的检查过去，寻觅可能涉及神秘领域的事物。过了不知多久，戴着黑色手套的他毫无收获的来到了楼梯口。他刚往下走了2步，眼中忽然映出了一道身影。那身影紧贴着楼梯拐角处的墙壁，背对着克莱恩，脑后黑发浓密，几乎遮住了脖子。早已开启灵视的克莱恩还没来得及观察，那身影就突然动了。他脖子吱吱嘎嘎作响间，脑袋就那样转了过来，而身体依然背对着2楼。朦胧、微弱、虚幻的绯红薄光里，那身影的眼珠完全凸了出来，写满了恐惧。啪啪，那2颗眼珠掉在了地面，砰！那身影的脑袋脱离了脖子，砸在了木质楼梯上。早就已经死了，没有灵性光芒。克莱恩冷静地看着，评判着，就像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闹剧。他从对方陈旧的黑色衣物和2楼敞开的众多房间等细节做出了猜测，认为这是另一个窃贼在先前那个小偷之后
光顾这栋房屋的窃贼。但遗憾的是，他没有那么幸运。难道说万能钥匙其实束缚着这里的危险？等到它被拿走，一切就爆发了。克莱恩抽出左轮，调整了激发位和扳机，沿着楼梯一步一步来到那具死尸的旁边。他蹲了下去，略作检查，未能发现脖子被扭断之外的其他死因。沉吟几秒，克莱恩站直身体，谨慎下行，哪怕脚底是木质阶梯，他都未踩出吱嘎的声音。1阶、2阶、3阶，他走完楼梯，踩到了地面。他的眼前是一条连通着两侧的走廊，那里有绯红月光照入进来，隐约勾勒出阳台的轮廓。而走廊的两侧，一扇扇房门大开，露出里面物品散落的凌乱景象。这里没有客厅，没有餐厅，也没有厨房。这是2楼。克莱恩从2楼往下走完了阶梯，却回到了2楼。而这个过程里，他并未发现丝毫异常。克莱恩没有慌乱，缓慢转身，只见身后的楼梯是通向下方的。也就是说，我的那种特殊只能对抗入梦、通灵等直接侵入我心智体、侵入我心灵世界的非凡能力，或者察觉到所处的环境不属于现实世界，我依然会被幻觉影响。克莱恩掏出火柴盒，用拿枪的手捻了几根火柴出来。他继续下行，没走几层阶梯就扔一根火柴。克莱恩再次来到了楼梯拐角处，再次看见了那具脑袋与身体分离的死尸。就在这时，他脖子后面忽然有让人汗毛耸立的冷风吹来，啪！克莱恩打了个响指，一道赤红的火焰从他背后腾起，冲向屋顶。那火焰燃烧着，仿佛张牙舞爪的怪物，可是却没有烧到任何事物。克莱恩刚准备回头用灵视观察，身体却突地一僵，仿佛坠入了冬天结冰的湖里。他忍不住颤抖了起来，左手缓慢地掐向自己的脖子，但又被他强行按了回去。这时，克莱恩霍地轻叹了一声，他将强行控制住的左手伸入衣兜里，解除掉灵性之墙，打开了装子弹的铁盒。紧接着，他握住阿兹克铜哨，将它拿了出来，用力一抖，丢向下方楼梯的半空位置。几乎是瞬间，他就感觉到身体内的阴冷和僵硬消失了。他的灵感之中，一团邪意森冷的事物急窜而出，就像玩耍捡球的犬只一样，扑向了阿兹克铜哨。克莱恩嘴角上勾，抬起右手，瞄准铜哨的方向扣动了扳机，并轻声开口道：“拜拜！”砰！弹金的净化子弹飞出，准确命中了那团森冷隐约的事物。一声惨叫随之响起，金色的火焰于半空勾勒出了人形勾勒。温暖明亮的光芒之中，所有的阴冷，所有的邪意都迅速消散一空。当阿兹克铜哨落地，颠了几下，滚至1楼的客厅内。克莱恩在看周围的场景，发现已与刚才有了一定的不同。比如，那具死尸的脑袋并未和身体分离，他用双手掐死了自己。呵，有准备果然就很轻松。克莱恩低笑一声，沿着楼梯再次下行，顺利抵达了1楼，捡起了阿兹克铜哨，并顺手甩了2下，以此判断这里是否还有别的怨魂幽影。确认不再有问题后，他分辨方向，直接去了地下室。走完楼梯，通过房门，他看见了梦境占卜里见到的那幅画面，看见了摆在长条桌上的棕色笔记本。第123章，亚伯拉罕家族。除了万能钥匙和镶嵌钻石的银色怀表已经被小偷拿走，这里依然保持着我梦境占卜里看见的样子。克莱恩环顾一圈，将黑色铁锅、玻璃罐子和放着许多蜡烛却早已熄灭的青铜灯架等事物收入了眼里。他的灵视和灵感告诉他，这些都是很普通的物品，不带丝毫灵性光彩。但与之前相比，还是多了一点东西。克莱恩伸出戴着黑色手套的左掌，触碰了下长条桌的表面，他的指头随即沾染上了明显的尘埃。克莱恩仔仔细细搜查了一遍，并初步做了占卜，没有发现密室和暗格，于是将目光投向了那本棕色的笔记。小心翻开，第1页的内容映入了他的眸子。这将是一个受诅咒家族重新崛起的历史。我要记下每一个关键点，未来的子孙们，请牢记我之后说的每句话。可惜，你刚服食完序列9的魔药就失控而死，亚伯拉罕家族的荣光依旧只能停留于嘴边。克莱恩腹诽了一句，继续往下浏览，并快速翻页。一旦确认了价值，他就会带走笔记，不在现场多做停留。我们亚伯拉罕家族是第4纪最顶尖的大贵族之一，
是图铎王朝的主要支持者。那个时代，无论是鲁恩的奥古斯都家族、福萨克的爱因霍恩家族，还是英蒂斯的索伦家族、费内波特的卡斯蒂亚家族，都只能仰望我们。确实，那个时候的他们已经不弱，但我们更强。即使传闻里的安提戈努斯家族、查拉图家族，也要比我们差一些。可惜的是，家族的荣光消逝于了四皇之战。先祖伯特利在那场神灵亲自下场的战争里不知所终，剩余的高序列强者尽数陨落。而从那之后，我们亚伯拉罕家族就受到了可怕的诅咒，一代又一代试图复兴家族的先辈无一例外的疯掉了，失控了。他们有的是在成为高序列强者之前，有的则还停留于序列8、序列7，而每一次的失控都给家族带来了近乎覆灭的灾难。那些被诅咒者遗忘了血脉里铭刻的姓氏，肆无忌惮地伤害着家族其他成员。他们已经是怪物。为了家族的延续，亚伯拉罕们做出了痛苦的决定，那就是不再聚居，以小家庭的形式迁徙往北大陆各地。这样一来，哪怕有人失控制造杀戮，也不会让血脉因此而断绝。我的父亲害怕诅咒，选择成为一个普通人。如果不是血脉里的姓氏还在闪耀，他甚至都不愿意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要记录下他们，我要经常回顾，牢记亚伯拉罕家族的荣光和灾难。每一代的非凡者最终都会失控，无一幸免。亚伯拉罕家族的诅咒甚至比白银城的还要可怕。等等，他们应该都是学徒途径的，难道是听见了那位门先生的求救？这哪里是求救声，分明是索命咒。可是根据魔术师小姐的描述，她并非因为成为了学徒才在满月时听到那虚幻的呓语，而是由于使用了万步那条手链。在之后，不管他带不带手链，都无法摆脱。亚伯拉罕家族的那些非凡者又是因为什么呢？或许诅咒与门先生无关。笔记上有提到，亚伯拉罕家族的先祖伯特利亚伯拉罕于四皇之战里失踪了。莫非他就是那位门先生？他被放逐出了现实世界，迷失于黑暗深处，困在了风暴之中。有一定的可能，他最容易定位的求助对象自然是具备同样血脉且处于同一非凡途径较低序列的后裔。可惜的是，由于强者们全部陨落，他的呼喊反倒给家族带来了延绵1000多年的诅咒，差点让亚伯拉罕们全部消失。这就是门先生那样了解第4纪历史，了解四皇之战详细过程的原因。如果我的猜测是真实的，只能感叹一声，亚伯拉罕真是一个不幸的家族。不知道笔记主人提及的事情有没有受到1000多年时光和家族散居各地的影响，从而出现偏差。四皇之战里，神灵们竟然亲自下场了。克莱恩微皱眉头，翻页的速度越来越快。选择成为普通人的父亲最终没能战胜疾病，这让我的母亲受到了极大打击，很快就跟随离去，而这也意味着我获得自由了。可让我痛苦的是，父亲为了不让我踏上被诅咒的道路，关于非凡者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告诉我，我必须自己去接触，去了解。幸运的是，他没敢违背长老的命令，依旧在临死前将学徒戏法大师和占星人的魔药配方给了我。我要重新抄录这3份配方，免得出现遗忘。序列9，学徒；序列8，戏法大师；序列7，占星人。克莱恩看得微挑眉毛，觉得今晚已是不虚此行，觉得没有浪费那枚进化子弹。当然，他等等还得去灰雾之上确认下真假。占星人学徒途径竟然也有占卜系列的职业，这么看来，我之前做的一个猜测很可能接近了真相。占卜家途径和学徒途径也许可以在高序列互换。克莱恩轻轻颔首，继续往下翻页。虽然已经确定了笔记的价值，但他却暂时不想离开现场了。要是笔记后面记载了把什么东西藏在哪里的内容，他肯定还得回来一趟。既然如此，何必那么麻烦？哗啦啦，纸张翻动间，克莱恩大致弄清楚了那位亚伯拉罕家族后裔的非凡历程。父母过世后，他开始尝试着接触神秘学圈子，搜集与序列魔药有关的信息，购买对应的非凡材料。经过近2年的努力，记录下许多或真或假的神秘学知识后，他终于成功调配出了学徒魔药。他在笔记的最后写道：根据我掌握的神秘学知识，满月的夜里，灵界与现实最为重叠，那也就是灵性最为滋长的时候，最有利于服食魔药，获得晋升。我将在下个满月时成为学徒，我要一步步强大起来，再现亚伯拉罕家族的荣光。等有了序列7的水准，根据家族的规定，我就可以尝试联络长老们了。联络方式就在我的脑子里，
这是不能记录下来的秘密满月时服食魔药晋升。克莱恩看得一愣一愣，忍不住在胸口顺时针点了4下，画了个绯红之月。愿女神宽恕你的无知。他隐约有点明白对方当场失控的原因了。根据他刚才的猜测，困扰亚伯拉罕家族1000多年的诅咒很可能与门先生在满月时传出的求救声有关，而那个家伙居然选择了在满月时服食学徒魔药。那样一来，他大概率在魔药效果还未消退，灵性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下听见那虚幻的呓语，于是砰的一下就爆了。还好我当初听见的霍纳契斯·弗雷格拉并不要命。克莱恩下意识唏嘘了一句，旋即他想到了万能钥匙的古怪，隐约有了一个推断。万能钥匙的形成除了源于学徒非凡特性的聚集，还有门先生虚幻呓语的因素掺杂，于是他偶然带来的迷路变得相当危险，总是让持有者进入不太合适的场景，这算是一种诅咒了。而前后联系起来，门先生是亚伯拉罕家族先祖伯特利的可能不低。见没有隐藏宝物的信息，克莱恩吐了口气，不再停留，拿着那本棕色笔记离开了地下室。边抛阿兹克铜哨边原路返回，来到阳台位置后，他抬起左手，啪的打了个响指，散落于楼梯上的那些火柴或的燃烧起来，腾起了赤红的光芒。它们很快熄灭，只留下少许灼烧的痕迹。绕行东区，去除掉伪装的克莱恩在凌晨之前返回了明斯克街。他来到灰雾之上，先用灵摆法确认了那3份配方是真的。紧接着，他于斑驳长桌对面具现出了假人世界。克莱恩正在操纵对方，忽地抬手拍了下自己的额头。我都忘记了，我把全黑之眼带回现实世界了。又是一番忙碌后，他再次让世界呈现于巍峨宫殿内，并在对方的周围弄出了普通房间般的景象。然后他让世界摆出虔诚祈求的姿势，沙哑着嗓音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啊，请您转告魔术师小姐，我已经得到戏法大师魔药的配方了。我希望他能拿一件太阳领域以净化和驱邪为特长的物品交换，如果价值不等，我愿意额外补上相应的金棒。操纵完世界，克莱恩将刚才的影像化作一团流光，传递入了代表魔术师的那颗深红星辰。他清楚地记得，上次修小姐找人做净化与驱邪时，魔术师小姐也在现场。第124章寻人。福尔斯翻了翻摆在书桌上的日历，拿笔勾出了即将到来的满月日期。他打定主意，到时候一听见那虚幻可怕的呓语，就诵念愚者的尊名，到灰雾之上度过那难以忍耐的痛苦时光。生活真是充满了期待。他合拢手中的小说，准备关掉墙上镶嵌着的铁栅格煤气灯。就在这时，福尔斯眼前一花，看见了无边无际的灰雾，看见了居于雄伟古老宫殿内的高大身影，看见了一位虔诚祈祷的男子。那声音传入耳朵，他险些跳了起来，心中又惊又喜。我苦苦寻觅了多年的戏法大师配方，竟然就这样找到了。我辗转参与了那么多个不同的非凡者聚会，却始终没有线索的戏法大师配方，竟然就这样找到了。而距离我提出需求还没过去1周。这就是塔罗会，果然不是普通的非凡者聚会能够比拟的。福尔斯一阵感慨，忍着激动和欣喜，谨慎地回应道：愚者先生，那个配方是真的吗？是的，高背以上俯视着下方的愚者平淡说道。福尔斯猛地握拳，悄然在腰间小幅度挥舞了2下，几乎没做斟酌的就开口道：那位是世界先生吧？请您转告他，我会尽快寻找到他需要的物品。等到灰雾散去，一切结束，福尔斯怔了2秒，难以遏制兴奋情绪的站了起来，在房间内来回踱步。太阳领域以净化和驱邪为特长的物品，我之前只遇上过2次，但都被别人买了下来，对方未必愿意再出手。之前在 A 先生召集的聚会上，修请了位永恒烈阳的信徒做净化和驱邪仪式，他至少序列期，应该有类似的物品，或者说掌握着有关的线索，就是不知道要花费多少金棒。虽然世界先生承诺会补齐差价，但我也未必能拿得出来前期需要垫付的部分。福尔斯渐渐将思绪转移到了自身的财政状况上。他身上现在有370磅现金，主要来源于格莱林特子爵为药师配方支付的溢价报酬。他的银行账户内还有510磅存款，两者加起来接近900磅。而一件类似的物品，贵的可能要2000磅，便宜的则500-600磅，可未必是世界先生需要的类型。如果遇上合适的事物，而我的钱不够，怎么办？
去银行贷款，或者寻找利息较高的借款，只要顺利，等世界先生支付好差价，我的债务就能轻松还清。也许可以找奥黛丽小姐拆借几天。她一向不在意金钱，肯定不会收什么利息。福尔斯迅速有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就在这时，趁着夜深去外面僻静地方锻炼格斗能力的修回到了租住的两居室，看见福尔斯的房间还亮着灯光，于是敲门问道：“你要熬夜写新书开头吗？”福尔斯，你似乎很开心，出版社提高了你的稿酬。不，福尔斯怔了一下，堆起笑容道：“我刚才收到了一个消息，疑似戏法大师魔药配方的线索。真的吗？你终于等到它了。”修完全没察觉福尔斯隐藏的异状，看见好友为自己高兴的样子，福尔斯忍不住暗自叹息了一声。我已经成为了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从此得背负起时刻隐瞒和欺骗朋友的命运，这就是代价之一嘛。周六上午，克莱恩再次到圣乔治区萨奇街拜访了发明家雷帕德。因为脚踏车的专利还未申请下来，他只是支付了20磅的尾款，叮嘱对方在真正拿到专利前不要贸然找人谈后续投资与合作的事情。对此，雷帕德深表赞同。他之前有2次发明就是基于同样的因素被人坑掉，在拿到专利前，被接触的潜在投资者了解清楚了产品，于是遭一脚踢开，看着对方收买工作人员，抢先获得了专利。从雷帕德家离开后，克莱恩在预定的时间抵达了艾辛格斯坦顿位于希尔斯顿区的那栋略显阴沉昏暗的房屋。今天是连环杀人案悬赏下来的日期。穿过客厅，进入之前那个起居室内，克莱恩看见了卡斯兰纳和斯图亚特这2位较为熟悉的侦探，并坐到了后者的旁边。夏洛克，你说这次我们会拿到多少赏金？应该不会比保护亚特鲁少。当然，我做的工作不多，能分到的有限。罗塞尔大帝说过，1分耕耘，1分收获。斯图亚特握拳抵了抵下巴位置的胡须。克莱恩饶有兴致地猜道，多的可能几百磅，少的不会低于10磅，而我是那个多的。如果艾辛格斯坦顿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有信誉的话，克莱恩在心里油然补了一句。这时，鬓角斑白，脸庞消瘦到轮廓分明的艾辛格穿着白色衬衣和棕马甲，拿着标志性的烟斗，进入了壁炉正熊熊燃烧的起居室，坐到属于他的那张安乐椅上，微笑道：“女士们、先生们，我刚从贝克兰德警察厅回来，他们认可了我们的贡献，认为我们为案件的破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虽然我们没有参与后续的围捕，但我们依然可以拿到1半的悬赏，也就是说，我们将瓜分1000磅现金。这在贝克兰德也是一笔相当丰厚的赏金。单个侦探的不吃不喝睡在街头4-5年才能攒到起居室内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到处都洋溢起对自身赏金的期待，就连克莱恩也没有例外。他在猜艾辛格会分给自己多少，至少上百磅吧。他无声低语了一句。艾辛格吸了口烟斗，微眯眼睛，很是满足地说道：“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现在做出分配。这次贡献最大的是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他提供的几个思路和想法让我们找到了线索，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他是名副其实的推理专家，这一点卡斯兰纳女士可以证实。我这里也还保留着莫里亚蒂侦探写来的几封信，质疑的人可以拿去看一看，很公正嘛。竟然没把自己列为最大贡献人。”克莱恩顿时对艾辛格斯坦顿这位大侦探有点刮目相看，难怪他在侦探圈子里很有权威。见没人提出异议，艾辛格轻轻点头道：“我宣布，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的赏金是300磅。”轰的一下，起居室内的侦探们纷纷交头接耳，小声低语。他们时不时抬头望向克莱恩，似乎终于认识了这位被斯坦顿先生称赞为推理专家的优秀侦探。真是一位慷慨的人，公正的人。克莱恩张了张嘴巴，最终没有谦虚。赏金排在第2位的是艾辛格自己和卡斯兰纳，他们各自拿了160磅，其余侦探则依靠不同的贡献，瓜分了剩下的380磅，其中最低者也有15磅，相当于他们平常3-4周的收益。这就是大案子高悬赏的好处。拿到40磅的斯图亚特非常满意，因为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2天的观察，而观察的对象还不是后来锁定的嫌疑者。当然，他这40磅也是要支付一部分出去的参与此事的线人和帮手必须全部照顾到。分完赏金，斯图亚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边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边对克莱恩道：“夏洛克，
我最近接了个报酬很丰厚的寻人任务，你发动你的资源，帮我注意一下，如果能找到，我不会少了你那一份。好的，没问题。克莱恩不甚在意的回答道。斯图亚特将手里那张纸递了过去，道：就是这个人，失踪近2周了，因为他本身与不检点的事情或者某种程度的犯罪有关，委托人不希望我们找警察帮忙。克莱恩微微点头，展开纸张，看见了一幅拓印下来的黑白照片，那是一个头发斜着后梳，正经里带着几分潇洒的男子。他大概27、8岁，长相属于秀气型的英俊，但眉眼间有不加掩饰的傲气，鼻梁高挺，嘴唇较薄。对了，他叫斯图亚特。回想了下，道：埃姆林怀特。埃姆林怀特。克莱恩忽地侧头望向斯图亚特，啊，这不是被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囚禁在地下室内的那个吸血鬼的名字吗？尼根公爵的府邸内，被邀请来参与下午茶聚会的奥黛丽略感无聊地听着母亲和公爵夫人黛拉他们闲聊贵族之间的一些事情，目光扫过精致的3层托架，扫过造型别致的松饼和蛋糕等可口物品，感觉自己最近有些放纵食欲的他，只是轻巧端起茶杯，抿了口红茶。过了一阵，他抱歉起身，在女仆陪同下去了趟盥洗室。刚从里面出来，他就遇见了一位个子高挑、眉毛细长、打扮雍容的中年女士。这正是公爵夫人黛拉的妹妹，一个世袭子爵的妻子诺玛夫人。彼此行礼后，诺玛望着奥黛丽，轻笑道：听说我们美丽的少女对神秘学很感兴趣。提神秘学，难道是心理炼金会的人来试探我？奥黛丽瞬间转入读心者状态，不太好意思的低头回答道：是的。第125章。经验丰富的克莱恩。听见奥黛丽给出肯定的答案，诺玛夫人顿时笑了一声，真是诚实的孩子，我正好认识一些知识很渊博的神秘学专家，有没有兴趣和他们聊一聊？好啊，这正是我的愿望。赞美女神。奥黛丽故作惊喜的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诺玛夫人噙着笑容，轻轻颔首道：明天一起享用下午茶怎么样？没问题。奥黛丽兴奋的眸光中带着几分天真。等到告别诺玛夫人，往客厅方向行去时，她的笑容逐渐沉淀，气质恬静而悠然。她的肢体语言，她的情绪颜色，她心智体映射到外面的细节变化，都说明她没有恶意，但相当紧张。看来诺玛夫人真有可能是心理炼金会的成员。她刚才一直在观察我的表情和动作，却无法调节和掩饰自身的情绪。或许她和苏倩一样，也是位观众，可惜的是，她不知道她面前的是位读心者。奥黛丽半是忐忑半是自豪的想着，忍不住让双脚交替往前，优雅的踩起了直线。艾辛格斯坦顿位于希尔斯顿区的房屋内，克莱恩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没有向斯图亚特询问雇主是谁，长什么样子。他决定尽量不掺和进埃姆林怀特的事情。虽然听自述那是个遵纪守法的吸血鬼，但这仅限于对方描述的内容。他的前半生还有太多的空白，克莱恩无法确认他是否真的没害过无辜者。这样一来，他就缺乏找乌特拉夫斯基神父解救对方的动力。那可是位相当擅长战斗，还有神奇物品辅助且未被削弱的黎明骑士。而且这也很容易在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和埃姆林怀特面前表露他的现实身份，希望他能尽快得到那位很能打的神父的认同，刑满出狱。克莱恩默默在心里为埃姆林怀特顺时针点了4下。瓜分完赏金，侦探们相继告辞，克莱恩更是得到了艾辛格大侦探送至门口的最高待遇。艾辛格拿着烟斗轻咳了2声道：连环杀人案还有一些疑点没被查清楚，也许在凶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加凶恶的家伙。你最近务必小心，不要大肆宣扬自己在这起案子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看来官方非凡者们也怀疑那只恶魔巨犬是有主人的。克莱恩郑重回应道：我知道，我也有这方面的猜测。斯坦顿先生，你同样得小心，你是聚会的召集者，是警方的主要合作伙伴。艾辛格将烟斗塞入口中，又取了出来道：夏洛克，我就叫你夏洛克吧。你可以放心，虽然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我依然是出色的格斗家，优秀的神枪手，具备形成了本能的警惕性，而且你大概率是位序列不低的非凡者，就是不知道属于哪条途径。克莱恩想了下道：斯坦顿先生，你似乎不是贝克兰德本地人，你的口音更贴近西维拉斯郡那边。是的，正如同你的尖海东岸口音一样。艾辛格坦然承认。2位侦探旋即相视一笑，
都认可了对方不动声色间观察事物的能力。赶在傍晚之前，克莱恩回到了明斯克街15号。我现在有1224磅的钞票加5枚金币，以及少量的零钱，和刚来被克兰德那会相比，已经足够宽裕。不过，序列6的非凡材料至少1500磅一件。有的时候，因为稀缺，因为很少出现，甚至可能翻倍，而能获得类似物品的非凡者，序列都不会太低，不可能误判价值，低价出售，也就不存在捡漏的可能性。虽然那位背后有工匠的女士对黑皇帝途径的魔药配方异常渴求，但也得考虑到她提升的进度，当她还只是序列9的时候，几乎不可能花费大笔金钱提前预购序列6的配方，除非家里有矿或者开银行。也不能总是逮着一只羊薅毛。思绪纷呈间，克莱恩没急着准备晚餐，回到卧室，拉拢窗帘，进入了灰雾之上。他刚才有了个想法，需要验证一下。坐至愚者的位置，他伸手拿起了那把形制古朴、黄铜色泽的万能钥匙。根据昨晚得到的那本亚伯拉罕后裔的笔记，他猜测对方是因为选择满月时晋升，才当场失控。所以万能钥匙让人迷路至不好地方的诅咒般能力，除了来源于遗留的隐含怨念和不甘的非凡特性，还有不小的概率是受到了门先生虚幻一语的污染。那么满月时他会有什么变化呢？克莱恩咕哝了一句，他具现出纸笔，写下了早就酝酿好的占卜语句。他在满月时的表现，一手握着纸张，一手拿着万能钥匙。克莱恩往后靠住椅背，自嘲一笑道，又要作死了。不过这次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危险，门先生远离现实世界，迷失在了黑暗深处，而且我还有灰雾阻隔，这种情况下，占卜危险程度和直接占卜事情本身没什么区别。经验丰富的克莱恩半闭上眼睛，眸子转身的不断诵念道。他在满月时的表现，七遍之后，克莱恩坠入了梦境。那片灰蒙、支离、虚幻的天地里，他再次看见了亚伯拉罕后裔死亡的那间地下室。这里的血肉早已干涸，镶嵌着钻石的银色怀表与形制古老的万能钥匙还未被盗走，依然躺于地面。突然，一道尖锐空洞的虚幻嗓音回荡于了克莱恩耳中，那就像一根细针插入了他的脑袋，一点点的延伸，一点点的戳动，似乎要将整张头皮完整的剥下来。这极致的痛苦让克莱恩一下清醒，猛地坐直。他看见自己手背上的青色静脉一根根凸了出来，又很快平复了下去。比窥视永恒烈阳、偷听真实造物主的怒吼轻松多了。克莱恩改按为敲，悠然想到，当然，换作是在外界，他相信自己绝对不会只有这样的反应。如果魔术师小姐一直听到的是这种求救，他早就失控了。看来万能钥匙因为产生了诅咒的关系，让那声音变得更加清晰。也不对，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应该是带着万能钥匙度过的血月之夜，他明显没受影响啊。或许他当时把万能钥匙放在了卧室，而自身在外面大厅忏悔。只有接触到万能钥匙，才能在满月时听见求救声。成为高序列前，我都不敢在现实世界里聆听。刚才好像是古赫密斯语里请求帮助那个单词。克莱恩认真回忆了几遍，确认了自己的听力成绩。对此，他只能抽动一下嘴角，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索命式求救啊！可惜，如果能让玫瑰学派那帮人在满月之夜听见门先生的求救，性格本就变得冷酷、变得扭曲的他们，必然有一个爆一个。仔细思考了下是否有办法间接达到这种目的后，克莱恩返回现实世界，按照预定的计划，享用晚餐，换衣出门。他转乘2次，来到勇敢者酒吧外面，只是进去转了一圈，什么酒也没点就离开了。这个过程之中，他发现卡斯帕斯又回来了。走了一条街，克莱恩专门上了一辆出租马车，让对方往乔伍德区驶去。马匹刚刚迈步，他眼前就有虚幻的身影勾勒而出，正是身穿黑色宫廷长裙的沙伦小姐。你做好准备了？沙伦清冷问道。她头顶那黑色小巧的软帽正牢牢压着淡金的头发，再配上苍白的脸孔，精致的五官，有种人偶般的美感。克莱恩坦然回答道。还没有，我还在等待一件物品。沙伦为蓝色眼眸不见涟漪的说道。我有准备神奇物品，所以才会接3天1000磅的保镖任务。当时看中了物品，钱却不够。克莱恩有所恍然的笑道。不要着急，我们准备的越充分，
把握越大而且太阳领域的神奇物品，我平时也能使用，正好弥补我的短板。克莱恩在心里补充了一句。见沙伦不再开口，他主动说道：“我今天过来是想让你们配合做个试验。”什么？沙伦言语简洁的问道。克莱恩用正经严肃、值得信赖的表情道：“根据马里奇的描述，我认为你们诅咒的表现是不同的。在满月时，他是因为要忍耐那疯狂的杀戮和嗜血欲望，才会痛苦到无法战斗，而你则是吸食不到人类的灵魂，就会进入虚弱状态，是否是这样？”沙伦安静听完，轻轻点头：“是的，你的问题我暂时没有办法，但对于马里奇，我认为还是存在暂时压制可能的，比如服食相应的药剂，让他处于没有情绪起伏的状态中，这样一来，那段时间内他就不会痛苦，能完整的加入战斗。”克莱恩阐述着自己的想法。沙伦摇了摇脑袋道：“不行，这类药剂对他已经没有作用，也就是说，曾经有过作用。”克莱恩若有所思的追问道：“为什么？他以前注射太多，换了另外的品种，也只是最开始3、4次有效，我们已经找不到新的品种了。”沙伦说着说着忽然沉默，似乎想起了什么。听到他的话语，克莱恩顿时微微一笑：“我这里有不同于其他品种的镇静剂，来自那位药师。”见沙伦没说这种镇静剂无效，他双手交握，继续说道：“我先给你一支，让马里奇在满月时试一试，明晚就是满月了，如果有效，战斗之前让他依次喝2支，甚至3支，至于以后会不会同样产生抗药性，那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克莱恩平静想到。